是种生命力惊人的植物，无论是干枯数十年，还是在零下196度的液氮中冷冻30天，这种植物都能神奇复活，甚至在模拟的极端火星环境中，它都能存活下来。看似柔弱的植物，实则掌握着超越想象的生存密码。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10种生命力惊人的植物，让我们一起看看一棵植物如何在极端环境中书写令人战栗的生命传奇。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以及点赞支持。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种，水葫芦。只需一颗植株就能长满整个池塘，如果放任不管，它便会以指数级的速度疯狂蔓延，甚至能造成河道堵塞。这种生命力极端旺盛的植物，便是被称为水域蝗虫的水葫芦。水葫芦是与九花科凤眼莲属的浮水草本植物，它的叶柄中下部有一个膨大如同葫芦的气囊，使整个植株可以优雅地漂浮在水面上。水葫芦还能开出淡紫色或粉红色的艳丽花朵，它的花序直径可达10厘米左右，一些地方还会将它作为盆栽来种植。由于它的花朵上有一个明显的黄色斑点，看起来形似凤凰的眼睛，因此水葫芦也被叫做凤眼莲。它原产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通过人为引入与自然扩散。如今水葫芦已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河流、湖泊以及池塘中，是入侵物种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水葫芦的繁殖速度极为疯狂，它的叶丛基部会长出长长的匍匐茎，匍匐茎的末端会形成新的幼株，幼株很快就能独立生长，并再次产生新的匍匐茎，长出新的幼株。通过这种指数级的自我复制，一株水葫芦1个月内就能繁殖出上百株新个体，短短几个月就能铺满整片水域。同时，水葫芦的花朵还能产生大量种子，这些种子通过水流扩散，即使在泥土中休眠多年之后仍能发芽。由于繁殖能力惊人，水葫芦常常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它会抑制其他水生植物的生长，减少水体的溶解氧含量，导致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因缺氧而死亡。此外，水葫芦大量生长时还会堵塞灌溉渠道，增加航运成本等。不过，通过合理控制，水葫芦也可以转化为生物燃料、动物饲料或者有机肥料。第9种，塔黄。等待数十年，只为生命终结前的一次开花。这种独特的植物就是被称为高原生命奇迹的塔黄。塔黄也被称为高山大黄，是蓼科大黄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脉海拔超过4000米的流石滩和高寒草甸边缘，那里凛冽的寒风和强烈的紫外线以及稀薄的氧气让大多数植物望而却步。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在这种堪称生命禁区的地方，塔黄却能长到接近2米高。在贫瘠的流石滩上，塔黄的生长过程非常缓慢，一株塔黄通常需要蛰伏5到45年才能开花结实。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仅有寥寥数片紧贴地面的叶子，外界斗转星移。塔黄就像闭关修炼的隐士高手，毫不张扬。它慢慢地将自己的根系深深扎入地下的冻土中，悄悄地积蓄着能量。等到时机成熟时，它便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猛然爆发。在开花的年份，塔黄会在夏季的2个月时间里，用数十年积攒的能量，以惊人的速度催生出一根高达1.5米至2米的巨大花序。它的花序上层层叠叠的金黄色苞片在乱石滩上非常醒目，远远望去，整棵植株仿佛一座金碧辉煌的宝塔，这也正是它被称为塔黄的原因。不可思议的是，塔黄的开花过程充满着自然的智慧。它的花序上那些醒目的淡黄色苞片，就像一片片半透明的玻璃，它们之间交互覆盖，将巨大的花序包裹在中央，就像为花序建造了一个精妙的温室。这种温室结构不仅能够有效地保存热量，还能使花序避免遭受高原上凛冽的风雨侵袭以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而且它还为传粉昆虫提供了一个温暖舒适的活动空间。在塔黄开花时，一种叫做齿眼须纹的双翅目昆虫受到吸引，进入塔黄的苞片内部。这种昆虫在花序间爬行，并寻找产卵的地点。这一过程中，它的身体上会不断沾上塔黄的花粉，随着它的爬行，花粉便会传递到不同花朵的柱头上，
从而为塔黄完成授粉。授粉后，整颗植株会将全部能量输送给种子，此后它的植株便会迅速枯萎腐烂，成为后代生长的养分。一株塔黄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花后便会枯萎死亡。这仅有的一次开花大约能结出上万粒种子，这些种子随风飘散，是塔黄在环境恶劣的高原上延续种群的希望。然而，由于土壤贫瘠，生长缓慢，塔黄的野外植株并不常见。作为高山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塔黄不仅可以稳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它还是高寒地区部分昆虫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而且，在传统藏药和中医中，塔黄也有着广泛的应用。现代研究发现，塔黄的提取物还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潜在的药理作用。在植被稀少的高寒地区，塔黄以惊人的韧性与智慧，将漫长的等待化为瞬间的永恒，为我们诠释了生命最原始的壮美与顽强。第8种，齿类赤藓。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冷冻30天后，遇水仍然能够迅速复活。这种有望帮助人类在火星建立全新生态系统的先锋植物叫做齿类赤藓。齿类赤藓是从藓科赤藓属的一种苔藓植物，它广泛分布于北半球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它的植株通常为黄绿色或黑绿色的垫状群落，叶片为紧密排列的长卵形或蛇形，顶端有凸起的白色细长纤毛。在极度缺水时，它的叶片会以蜷缩扭曲的形态包裹住茎干，以减少水分的蒸发。而叶片顶端的白色纤毛不仅能反射强光，还能吸附空气中的水汽，并引导至叶片基部，从而提高水分的利用效率。在极度缺水时，齿类赤藓的细胞会合成大量的海藻糖等保护性物质，这些物质在细胞内部形成一种如同玻璃般的固体，将细胞膜和蛋白质以及细胞器等生命核心部件冻结起来，使其在失去水分后也不会破裂或变性，从而使植株进入一种新陈代谢近乎停止的隐生状态。在北方干旱的沙漠戈壁上，齿类赤藓就像覆盖在大地上的毯子，它们通过自己的甲根和分泌物将土壤颗粒紧密地固定在一起，从而增加土壤的通气性和保水能力。而它死亡后的残体分解后又能释放养分，促进土壤的养分循环，并为其他小型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来源。根据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成果，干燥状态的齿类赤藓能在零下80摄氏度下生存长达5年，在零下196摄氏度超低温下生存30天，甚至在经受超过5000戈瑞伽马射线辐射后，还能在正常条件下再生。相比之下，人类若遭受约50戈瑞伽马射线辐射，便难以存活。在模拟火星极端环境测试时，齿类赤藓在600帕的低气压、95%的二氧化碳大气，以及零下60摄氏度至20摄氏度温差和复杂的紫外线辐射环境中，无论是脱水还是含水的齿类赤藓均能在一定条件下存活下来，并能在适宜的环境中恢复正常生长。齿类赤藓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存能力，使人类在火星上建立全新的生态系统成为了可能。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实现了移民火星，你会期待吗？第7种，千岁兰。非洲西南部安哥拉与纳米比亚交界处的纳米布沙漠沿海地带，是世界上气候最严酷的区域之一。这里降水稀少，土地贫瘠，烈日常年炙烤着大地。然而，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一种叫做千岁兰的植物竟能生长上千年。根据现有植株的碳14测试结果，科学家推测这种植物的寿命普遍在数百年至1000多年之间，部分个体甚至能够生长将近2000年。化石记录显示，千岁兰起源于恐龙时代，是地球上最原始的裸子植物之一，也是现存极少数见证过地球板块变迁与气候演化的古老植物。与众不同的是，一株千岁兰从种子萌发到死亡，一生仅会长出2片叶子，它的叶子长度可达3米以上，宽度则能达到1米。神奇的是，千岁兰的叶子如同人的指甲，能够从基部持续向外生长。在数百年的风沙洗礼中，它的叶片前端在风沙的撕扯中不断的破裂干枯，但后端却能缓慢的生长补充。白天，沙漠中烈日炙烤，
千岁兰利用叶片上独特的蜡质层来反射强光，减少水分蒸发。当夜晚来临，气温降低，来自大西洋上的雾气为干旱的沙漠带来极为珍贵的水分。千岁兰的叶片就像高效的集水器，能够从雾气中收集微弱的水分，因此即使在完全没有雨水的季节，它也能依靠空气中的水分生存。同时，千岁兰的根系极为发达，它的主根能够深深扎入地下，寻找普通植物难以触及的水源，并将整棵植物固定在贫瘠的沙土中。这种独特的生存智慧，使千岁兰在这与世隔绝的荒漠中活出了生命的传奇。第6种，垫状点地梅。垫状点地梅是报春花科点地梅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生长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海拔超过4000至5000米的砾石山坡、河谷阶地以及平缓的山顶上，是高山垫状植物中的典型代表。它全株贴地生长，形成低矮的垫状或圆形群落。它的叶片细密而短小，上面密布着白色的绒毛和蜡质层，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和抵御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每年夏季，垫状点地梅会迎来极为短暂的花期，在灰褐色的碎石间，它们能绽放出无数淡粉色或白色的小花，如同高原上忽然点亮的星光，吸引着昆虫前来传播花粉。垫状点地梅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它们依靠低矮紧实的垫状群落降低风阻，减少热量散失。它能够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冻土上生存，也能在强烈的日夜温差与极度干旱的条件下保持代谢。它的根系如同细密的毛发，能深入岩缝间汲取微量水分，并牢牢固定土壤。垫状点地梅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在氧气稀薄、紫外线强烈以及土壤贫瘠的高原环境中，单株垫状点地梅的寿命通常可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在休眠状态下，它们几乎可以完全停止代谢，当冰雪融化、气候适宜时，又会再度苏醒并恢复生长。第5种，九死还魂草。即使干枯成团，只要给一点水分，便能奇迹般的重新舒展。这种遇水便能重生的植物就是九死还魂草。九死还魂草也被称为卷柏，是一种多年生直立草本蕨类植物，主要分布于中国以及印度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这种植物以惊人的耐旱能力闻名。最神奇的是，当生存环境变得恶劣时，九死还魂草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它会将自己的根系从土壤中脱离出来，使得整个植株干枯蜷缩成一个球状，看起来就像一团枯萎的苔藓，从而减少水分损失。这个过程看似是植物在放弃生命，实际上却是植物在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蜷缩成球状之后，九死还魂草便会随风滚动，当遇到水源时，它就会迅速舒展开来，并将自己的根系重新扎入土壤，从而再次焕发生机。通过这种风滚草式的迁徙方式逃离极端环境，是九死还魂草最具智慧的生存策略。第4种，熔岩仙人掌。仙人掌通常是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植物，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喷发后的火山熔岩冷却不久，就有一种仙人掌便迫不及待地在这些黑色的岩浆上定居了下来。这种生命力惊人的仙人掌就是熔岩仙人掌。熔岩仙人掌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特有植物，它最让人惊讶的就是它们拥有超强的生命力。熔岩仙人掌的植株通常高约20至60厘米，众多的柱状茎秆紧密簇拥在一起，显得矮小而紧凑，如同一丛燃烧的火焰盛开在黑色的岩浆中。它的植株上布满密密麻麻的灰白色刺针，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刺针会逐渐变身，转为暗灰色甚至黑色，从而和周围的岩浆融为一体。熔岩仙人掌的生长环境极为特殊，这种仙人掌专挑极端贫瘠的熔岩地带安家落户，它们能在滚烫粗糙且养分稀缺的黑色熔岩流上顽强扎根。它生长的地方没有充足的水源，而且阳光强烈，空气干燥，海风常常裹挟着火山灰呼啸而过。然而，熔岩仙人掌像一个不急不躁的人，在漫长岁月中一点点将根系扎入黑色的熔岩中，汲取微薄的养分，从而开启自己的生命旅程。由于这种仙人掌拥有极强的抗旱机制，因此它也是科学家研究植物适应极端环境的理想模型。
如今，为了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脆弱的生态系统，熔岩仙人掌以及它的栖息地均受当地政府严格保护。第3种，盐角草。对于大多数植物来说，盐碱地就像一片死亡之海，高盐分的土壤足以让绝大多数植物脱水而死。然而，有一种植物却能将这种致命的盐分化为生长的源泉，它就是号称可以吃盐的植物盐角草。盐角草是苋科盐角草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它能在比海水盐分浓度还高的环境中生长，广泛分布于全球的盐沼、盐湖和盐碱地等极端环境中，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耐盐的陆生高等植物。盐角草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如同微小的鳞片紧贴在肉质的茎秆上，很像迷你的珊瑚，看起来非常柔弱，但在多数植物难以生存的盐碱地上，盐角草却是货真价实的硬汉。它能轻松吸收盐水，并把其中的盐分锁进细胞中的液泡里隔离起来，从而保证植株既有充足的水分供应，又不会被高浓度的盐分毒害。而且它还能通过茎干将多余的盐分以结晶的形式直接分泌到体外，从而在植株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盐霜。由于盐角草可以吸收土壤中的盐分，因此常被用来治理盐碱化的土地，并且盐角草全草都可以入药。它的种子可以制成优质的食用油，而它的萃取物则可以用来开发化妆品。盐角草的嫩茎还可以使用，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海水蔬菜。每当夏秋之交，为了抵御强烈的紫外线，盐角草会大量合成一种名为甜菜红素的抗氧化色素，使整个植株从碧绿变为火红。因此，在沿海的滩涂或内陆盐碱地上，盐角草常常会将整片滩涂都染成绚丽的红色，仿佛是被大自然点燃的生命烈焰。第2种，第一堪称生命的奇迹，它没有根，没有茎，没有叶，却能在冰原、岩石、沙漠以及严酷的太空环境中存活下来。第一是蓝细菌或藻类与真菌共生的复合体，真菌负责通过菌丝网络来捕获大气中的水分和溶解岩石中的矿物质，而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这种独特的生命结构使第一能够在几乎所有植物都无法立足的地方繁衍，无论是在南极冰盖、撒哈拉荒漠，还是海拔5000米的岩壁上，都能看到第一顽强生长的身影。实验表明，第一能够在真空和强辐射的太空环境中短期存活下来，而且回到地球环境后仍能恢复生命活力。当环境过于恶劣时，第一会进入一种假死状态，它的新陈代谢几乎停止。在完全干枯的状态下，第一能够保持休眠多年而不死。当环境改善后，一旦吸收到一点点水汽，它就能重新苏醒并继续生长。而且，第一还是生命改造环境的无声先锋。当火山喷发或冰川退去后，第一批在光秃岩石上出现的生命往往就是第一。它的菌丝能分泌一种独特的第一酸，这种酸性物质能缓慢地溶解并风化坚硬的岩石。通过年复一年的积累，岩石表面便会被分解成最初的土壤，从而为其他生命的到来铺平道路。通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光，不毛之地便会变为物种可以栖息的绿洲。第一的生长速度通常非常缓慢，但是它们的寿命却极为漫长，许多第一的个体年龄可达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因此，不起眼的第一其实拥有比钢铁还要坚韧的惊人生命力。它们不争阳光，不夺水源，却能以最温柔的方式征服最严酷的世界。第一种，胡杨。在广袤的荒漠与戈壁中，胡杨被称为沙漠英雄树。它不惧风沙与干旱，仿佛大地的守望者，能够千年不倒。作为杨柳科胡杨属的落叶乔木，胡杨能在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极端温差高达6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生长，是唯一能在极端干旱的温带荒漠中自然成林的落叶乔木。在荒漠戈壁上，为了寻找珍贵的水源，胡杨能同时发展出深达地下10米的垂直主根和绵延数十米的水平侧根，它的根系就像一张精密的地下网络，既能捕捉深层地下水，又能拦截地表上稀少的降水。更特殊的是，胡杨能够在高盐碱的土壤中生存，
它的根系能够吸收土壤中的盐分，并通过叶片和树皮上的密盐腺体将多余的盐分通过结晶排出体外，并形成著名的胡杨味或胡杨碱。胡杨树的寿命通常可达数百年，有些甚至能活上千年。即使主干枯死，只要根系仍在，新的枝条便会像浴火重生的凤凰破土而出。民间还有着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说法，这正是胡杨顽强生命力的生动写照。即使枯死之后，它的树干仍能不腐不朽，在风沙中静立千年，如同荒原的化石，记录着岁月的流逝。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点赞转发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